7个月的我意外早产，眼看生不下来，还查出脐带绕颈，怕小孩宫内窒息，医生建议顺转剖。可这时婆婆却不乐意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主任赚不了，没有家属签字。听到这话，我忍着阵痛，不由得插嘴：护士，我老公在路上，但我婆婆来了，门口系丝巾的就是，你快去找他签。不知为何，护士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，但还是走出了产房。可惜此刻我已经没精力再去胡思乱想，因为接下来医生的话让我整颗心都揪了起来。羊水过少，B 超有脐带绕颈，如果不及时娩出，可能会造成新生儿宫内缺氧，从而窒息。怎么会？是因为生太久，羊水流干了吗？不行，宝宝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紧紧抓着床单，听指挥用力，可就像便秘一样，感觉到有东西却下不来。产房门被推开，我欣喜地望向护士：签好了是吗？快剖吧，孩子等不了了。连医生都开始收拾东西，前往手术室，就见护士摇了摇头，家属不签，说剖的孩子不好，必须顺。顿时我的心里就憋了一口气，不信邪的让护士再去找婆婆，还搬出了老公。谁料他就跟吃了秤砣铁了心似的，在门口大声抱怨我不为孩子以后着想，坚持就过去的事，非得多那么一道口子。听着婆婆尖酸刻薄的声，我咬紧牙关，控制不住的往下用力，把不满全都宣泄在生孩子上，同时也期待能得到好消息。事与愿违，肚子突然传来丝丝抽疼，耳边伴随起机器滴滴的响声。只一瞬，医生淡定的脸上出现裂痕。胎心异常，170次每分，给产妇上氧，快！不知所措的我任由他们摆弄。1分钟不到，护士出去催了几遍，病危通知也下了，却迟迟不见婆婆松口。难道真要一尸两命，她才甘心吗？知道不能再等的我，挣扎着拉住了医生的胳膊。我自己签，出什么事我自己负责。护士稍作纠结，随即把单子递了过来。生了3个小时的我，拿笔的那只手不停颤抖，勉强写下了能救命的签名。被推入手术室，打麻药的那刻，满心的担忧压过了颈椎上的痛。再次醒来，老公坐在床边，心烦地揉着眉心。我艰难出声：长林，宝宝呢？健康吗？他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喜，却又附上了难掩的忧愁。呵呵，你先养好身体，孩子我们可以领养。什么意思？孩子没了？我直接甩了巴掌过去。为什么不早点来？明知道你妈那德行，连自己老婆都护不住。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等等，什么叫领养？我一脸不可置信地望向红了眼圈的他。你是说我再也怀不了孩子了？周长林背过身去，没回答，反倒是婆婆听到动静走了进来。张和你说说，你有什么用？孩子保不住，现在连子宫都丢了，造孽啊！闻言，我脑子轰一下炸开，满眼怨恨地看向他。是啊，谁造孽谁知道，要那孩子在天有灵，拖也要把那罪魁祸首给拖下去。婆婆黑着脸推了推周长林，看看你媳妇说的什么话，我还不是为你们好，天天累死累活的伺候，却得不到个好。呵，伺候？是啊，使唤孕期的儿媳做这做那，美名其曰多锻炼，孩子好生。我再也忍不住，随手拿起杯子就扔了过去。出去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在医院休养几日后，回到家，可能是愧疚，婆婆安稳了不少，但很快便原形毕露。
我为宝宝准备的衣服全被他送给了小姑子，说什么反正留在家也没用，倒不如送个人情，说不定以后外甥女还能给我养老。行，喜欢送是吧？既然这样，把我送你那金镯子转给外甥女吧，我养老还指望她呢。您就别在这瞎掺和了。当天，婆婆的首饰盒被洗劫一空，不管是不是我送的，全被打包送到了小姑子家，还顺带刷了波好感。等婆婆反应过来，气得目眦欲裂，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抓着自家儿子的裤腿，开始控诉。我只一句话，就让她瞬间静音。妹妹，你别生气，妈不知道我在打电话，她肯定不是舍不得，应该是准备买新的给你，没想到被我抢先了，开了免提。婆婆顺着台阶下不断说好话，安抚自己女儿，结果就是丢了面子，还搭上了钱。婆婆一如既往，本着做错事就歇几天，再继续闷声搞大事的原则。没过几天，她找了个住家保姆过来，就她那扣样，能花大几千请人来照顾我。于是查了各大家政平台，愣是没发现这个保姆的在职信息。起初还想是不是婆婆被忽悠了，被人套出家底，保姆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来任职，目的就是卷走我们家所有的钱。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，我上班忘了文件，中途转回来，发现客厅里没人，正纳闷呢，婆婆紧闭的房门里传来交谈声：星儿，别怕，你和长林青梅竹马，这是肯定一拍即合。保姆也苦口婆心的撺掇：星儿，我的好女儿，你不是从小就喜欢长林吗？再说你们还定过娃娃亲，按理也是那张和抢了你的男人。我不禁冷笑，猜也能猜出来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还有上赶着给自己儿子找小三的，那保姆果然也是安插进来的，根本不是体谅我，而是为了让他女儿名正言顺来看他，方便两人私会吧。合着领了结婚证的人，还没他一娃娃亲的占理。事后我没声张，全当不知道。意料之中的，那女生带着一脸娇羞上门：姐姐，我叫杨欣，是来看姨妈的。确实长得水灵，乖巧听话。我妈撒着手上的戒指，冲她点点头。接着婆婆开始演戏了，装作惊讶还不知道的样子。哎，你不是杨家那小四杨欣吗？小四，我看是笑死吧。认完亲，两人叙旧，保姆也跟过去，客厅就剩我一人。那哪行呢？我故意敲了敲门：大姐，眼看晚上了，你不是和婆婆商量好要一起做饭的吗？婆婆一脸扫兴地看向我，碍于有别人在这，二者大概是为给杨欣立一个好婆婆的人设，心甘情愿去厨房帮忙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因为她当初就是这样，给自己立了个思想开放的人设。结婚后，这不行那不行，什么都要管，气氛尴尬。杨欣主动倒了杯水给我：姐姐，没出月子吧？多喝红糖水对身体好。我面带微笑接过，看来把家里都摸清了呀。还虚呢，凉风吹不得。她体贴地帮我掖了掖毯子：姐姐，来这么久，怎么没见孩子啊？是抱去娘家了吗？投胎去了吧？你看你，来就来，还带什么梨子？太客气了。这事要不是婆婆真没说，要不就是这女人故意提及，想试探试探吧。对不起，姨妈没跟我说。她露出委屈样，讨好似的给我削了个梨，拿在手上，微微能感觉到冰凉，是被冻过的。可梨是寒性，又是冰的，吃了恐怕会不利于刀口恢复，所以送梨，她是暗示我离婚呢，还是想让我继续被这伤口影响？勉强吃下几口，我看着旁边的橘子，哎呀，真是没用啊，想吃个水果都够不着。我给你包，
他自告奋勇，期间眼神时不时瞥向厨房，做戏给别人看的吧。我也不客气，他的指甲被汁水染黄，脸色有些难看，但也不好贸然停下，莫名有些于心不忍，是怎么回事？其实那个苹果也不错，他任劳任怨挑了个品相好的，切成块端给我。咔嗒一声，门被打开，老公拎着公文包朝我扑了过来。呵呵，今天心情怎么样？要不要喝奶茶？我一改往常那驴脸，很娇羞地窝在他怀里，替杨欣邀功。意外的是，周长林只是朝他表示了感谢，别的没有多说什么。这两人有猫腻。这时，婆婆喜笑颜开地放下手中的菜，给老公介绍杨欣，那亲密度，生怕我看不出她的小心思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来不及吧。你平常聊天耽误饭点，我饿就饿了。可长林工作一天回来，连热乎饭都吃不上。不管怎么说，周长林就是个恋爱脑。这句话中，他怕是只能听到我经常饿肚子。果不其然，跟预料的一样，妈，和月子都没出，怎么能饿着？这保姆实在不行，就换了吧。婆婆慌了，不断为保姆说着好话。杨欣则是顺着她，请求周长林不要换掉自己姨妈。这场面搞得跟他们才是一家人似的。其实也对，这两人勉强算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保姆一走，那还未实施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。最后是我出言把人留了下来，只是有些纳闷，为什么周长林装不认识杨欣，还想保姆赶走？究竟是他真的觉得这保姆没有照顾好我，还是男人本性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怕在眼皮子底下被发现？反正都是一个结果，我老公要有女朋友喽。你说什么呀？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，周长林也没起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杨欣来得很频繁，几乎都是赶在晚饭前，因为婆婆会留她吃饭，便于她和我老公培养感情。毕竟日久生情，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，眉来眼去几回，怕是就忍不住了。反正我也乐见其成，一则他出轨离婚，财产我得分一半，无过错方还能要求补偿；二则他坚持底线，没有被得逞，很好，手难得，起码是干净的。要是按我的本意，希望他出轨，子宫确实很重要，跟杨欣一起，不至于沦落到绝后。傍晚，婆婆突然提出带我去逛街，保姆挎着布包，带上热水，跟在身后。这是要开始了吗？老公，不知道你会怎样选择呢？3个小时过去，天色已经漆黑，婆婆精疲力尽，跟个丧尸一样游荡。张和，我们歇会吧，可错过这次，以后就没有机会折磨你了。妈，快点吧，人家比你年纪大的，健步如飞，要不你的保健品就别吃了，没有用啊。于是虐到婆婆吃速效救心丸，我才堪堪放过他们。回到家，老公的外套乱丢，桌上几盘菜都没动，就开了瓶啤酒。婆婆迫不可待地打开我和老公的那间房门，保姆也凑过来。我知道她的台词肯定是婆婆设计的，大喊：怎么会这样？我家心儿的清白都毁了，你们得负责。后续就是母凭子贵，她顶上，我离开。在看到屋内的场景时，我愣住了。婆婆也是，床上的不是周长林，而是隔壁的小伙王楠。可能是灯太刺眼，两人揉着眼醒来。杨欣大概是还没看清楚人，就开始哭。姨妈，怎么办？长林哥是有家室的，我们这……王楠毫不介意的一把搂过她。何姐，你妹妹我会负责的。听话头不对，杨欣扭头一看，瞬间跌下了床。
其实王楠比我老公帅多了，还年轻，才25，保姆不领情，恨铁不成钢的扯着杨欣就走，还不忘瞪婆婆一眼。搞不懂别人的老公是香吗？要是看钱，王楠可不比周长林少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老公去哪了？翻遍整个家，连影都没有，电话也打不通啊！该不会是去公司找我了吧？他之前喝醉酒就干过一次这种事。我打车刚到公司，周长林正在那跟保安拉扯，活见鬼！大概是看儿子太爱我，婆婆放弃了找小三，转而另辟蹊径，带我去了个远房表亲家。一进门，嚯，共7个孩子，有男有女，生活过得拮据。张和，这小男孩多俊啊，壮实得很。我敷衍的点点头。要是当时剖腹产及时，那孩子想必都能叫妈妈了。这黑心肝的婆婆怎么有心思在这逗别家小孩？妈，先走了，身子虚，得卧床了。我和婆婆一前一后，相差时间不短。她一进门，眼神飘忽飞，犹犹豫豫，难以启齿的样，半天蹦出句：“你觉得那孩子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跟他爸一个样呗，还值得问？”我没回答，就听她再次开口：“抱过来放你名下养怎么样？”惊得我一口水喷了出来。妈，你没搞错吧？抱孤儿院的还说得过去，亲戚家的你也不怕长大了他们再要回？婆婆不甘心，想说服我，真是想一出是一出。在得到我明确的拒绝后，她又去找了自己儿子，结果一样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趁我们不在家，她直接把孩子领了回来。大洋叫妈，我害怕的瑟缩在老公后面。婆婆没办法，只好整天自己带着孩子。就这样，家里还被搞得乱七八糟。那小孩简直就是个魔王，上蹿下跳，杯子都打碎几个。妈，你能不能把他送回去？得到的答复却是：怎么，我年纪大了想养孙子，你们生不出来就罢了，还不允许抱个来？那小男孩有依仗，便在婆婆的怀里对着我做鬼脸。行，妈你养吧，老来得子不容易。经过我的宣传，周围邻居几乎都知道了。婆婆老蚌生珠，我老公多了个弟弟。张和，你是不是神经病？出去瞎说什么？哟，嫌丢面子了？没瞎说呀，家里多了个孩子，邻居都知道我的事，所以认为是您的很正常啊，怎么反倒怪我了？晚饭后，婆婆出去遛弯，我瞥了眼躲在暗处的小男孩，拿起眼线笔在脸上描了描，轻轻放在抽屉里藏好。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，婆婆的衣服全被画花，气得她差点晕过去。要是我的宝宝还在，肯定不会这么皮的。隔天，孩子被送了回去，听说婆婆给她家的几万块，一分没要回来，大概是报应吧。同时，老公新买的房子也装修好，我们准备搬出去。刚和婆婆说，就被否决。她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是你，一定是你出的主意。从你嫁进来，这个家就没安稳过。现在又想让我儿子离开我，好事找不到我，背锅倒是一次接着一次。妈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是你儿子自己想搬出去，别赖我头上。本来就是找小三的事，他知道了，可能也是怕婆婆再来一次。”周长林下定决心：“妈，别说了，你不是早就容不下和了吗？那我们就不在这碍你眼了。”行李搬走。婆婆落寞地坐在沙发上。到新家，装修都是按我的喜好，还有间儿童房，是留给那位出生的宝宝。卡通空调、香蕉安抚物等，都是我怀孕间一件一件挑的，现在只能当摆设了。砰砰砰，剧烈而又焦急的敲门声响起。小姑子怎么来了？大晚上的出什么事了？她绕过我，径直走向周长林。哥，
你怎么想的？就这么搬出来？妈谁照顾啊？他一个人。你也放心，我横在中间，时不时插话。小姑子见状，把矛头调转过来：嫂子，你是最善解人意的，怎么连这点事都办得一塌糊涂呢？他劈头盖脸一顿说，搞得自己很孝顺，其实只会出张嘴而已。妈不只生了一个儿子，以后轮流照顾吧。妹妹你这么义愤填膺，肯定很乐意。妈在你那边，我们放心。小姑子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找周长林诉苦。哥，我家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，2个孩子呢，婆婆整天打麻将，老公上班也没精力，妈接过去谁照顾？请保姆啊。再说你嫂子也是这么过来的，她行，你为什么不行？直男老公那张嘴当真是极好的。小姑子背对的换了个目标，继续攻击我。可能见哥哥不好捏，就来捏我这个软柿子吧。嫂子，你劝劝哥。我知道因为孩子你对妈心存芥蒂，但他也知道错了，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是呢，好得很。给我老公找了小三，还抱养亲戚家的孩子，这不作妖吗？你这可为难我了。长林当家，你让我去劝，这不是想让我们吵架吗？小姑子瞪了我一眼，转头离开。说实话，凭着之前送给她的那些镯子，我以为小姑子起码会想着我点好，但俗话说得好，媳妇永远是外人。她转头就到亲戚那边诋毁我，说我撺掇周长林要分家。婆婆气得晕倒，都不管不顾，就惦记着那点家产。一时间我的风评受损，不少亲戚上门，一个个横眉冷对，跟他们家里死人了一样，站在制高点抨击我。小张啊，你这是办得不妥，毕竟是长辈，尊重点。小何，老人都还在世呢，分家这不咒你婆婆吗？别劝了，她要有良心就不会说这些。长林也是鬼迷心窍，娶了这么个东西。闻言，我委屈地坐在沙发上掉眼泪，控诉着婆婆把我孩子杀死的事。他们这些亲戚不知道，婆婆压根不敢说。我不过是想和长林他妹妹轮流养妈，一家过段时间，怎么就成分家了？这话传的未免太过分了，铁定是要冤死我呀！刚刚还在说我没良心的亲戚，尴尬的咳了咳，也不好再开口，还让我节哀，是他们唐突了。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小姑子去告的状，把这些亲戚当枪使。没事的，小姨奶，你们也不知情，可这乱传八卦的人，真是陷你们于不义呀！在场的亲戚面面相觑，懵了吧，傻了吧，听风就是雨，脑子估计还是全新的呢。送走这些人后，老公才赶了回来，不怪他，反正他每次都会迟一步。我也懒得听那些嘘寒问暖，假把式罢了。半夜咚咚咚的敲击声显得格刺耳。老公，你去开门看看。就这一开，没成想冲进来个黑影，做事就要把我从床上揪下来，那力道大的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。见状，老公飞起来一脚把那黑影踹倒在地，随即打开了灯。小姑子，只见他捂着腰，一脸菜色的扶着衣柜爬起来，那眼神死死地盯着我。你倒是睡得安稳。闻言，周长林给了他一个大笔兜。你神经病啊，这么晚装神弄鬼的，你嫂子怎么你了？看看给人手腕都弄红了。小姑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表情都有些扭曲，恶狠狠的。哥，是他自己活该，你问问他今天说了什么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就是一祸害。见我不说话，周长林也没表态，但大概率是站我这边的，他便直接推了周长林一把。哥，你不管是吧？你的好媳妇乱说一气，搞得亲戚都不和我来往了。你妹夫装修接的单也被他们取消。好家伙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怒气冲冲的
妹妹，你可冤枉我了。那些亲戚一进门就骂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他冷笑着，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。不是你，难道是鬼？都闹到妈那去了。亲戚说他造孽，连带我也不孝顺。别的倒好说，要是妈想不开，这个家我看你怎么待。一顿输出猛如虎，实际就那几句话，这不应是那些亲戚该考虑的吗？我只是说了事实，可没叫人去找他。怎么会呢？你这可是在咒我婆婆。就算你是妈的女儿，也不能口无遮拦啊！小姑子憋口气，刚要说话，却被电话打断。接听完，她对我指指点点，幸灾乐祸的样。你完了，妈吐血了，都是被你害的。孩子生不出，也不讨人喜欢，整天耍心眼，服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耽误时间？驱车到婆婆那，她正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的。小姑子哇的一下趴在床边哭，还是来帮忙的邻居提醒，只是睡着了，才没出多大洋相。等婆婆醒来，见到我就大喊滚，非要老公跟我离婚，还放下话，儿子你要是不离，就是想妈去死。这种挑拨离间的女人，你拿不住，趁早离开是对你好。我是个物件吗？还拿的，有你这个妈，一不如意就闹死闹活。周长林怕是得永远被钳制。我看着周长林，让他自己选。俗话说，老婆可以换，妈只有一个，不管选谁，他都没错。妈，你非得逼我是吧？问完，他转头面向我，无声地说了3个字：我爱你。随即毫不犹豫从窗户跳了下去。我惊讶之余，愣神片刻，连忙想去拉他，却为时已晚，因为一辆轿车正好经过，直接撞飞了他。更加意外的是，车主从窗户探头往楼上看的时候，我认出了他。爸，没错，是我那不常露面的公公。他自己在郊区买了套别墅养老，婆婆嫌种花种草没意思，便在市区买了套，两人处于分居状态。可公公怎么突然来了？不对，得抓紧打120啊！抢救间，婆婆拽着公公的衣领，脸都给挠花了，非让还他儿子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公公的辩论根本没用，说什么知道儿媳孩子没了才过来探望，这无疑又惹恼了让我失去孩子的罪魁祸首。怎么，你这老东西想来兴师问罪？呸！儿子要有3长2短，都别活了。一名护士从手术室出来，周长林家属在场，有没有必行的？血库告急，病人急需输血。我立马举手，我 O 型万能血。抽血时，脑海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婆婆是 A 型，公公是 O 型，直系亲属不能输血。可这两血型怎么会出个 B 呢？好像听小姑子起过，她是 O 型。这么说，老公很可能不是亲生的，要么就是有一方验错了，不知道抽了多少 cc 的血，反正头晕眼花的，差点犯低血糖。小姑子还算有点良心，知道扶着我，就是嘴不饶人，非得说些不爱听的。再次回到手术室前，公公婆婆吵得更加激烈，本想去拉架的，谁知他们争吵的内容让我证实了心中的猜想。公公也发觉不对劲，中途还特地重新验了血，依旧是 O 型，这就奇怪了，和 O 能生出 B 吗？显然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老公其实姓王，隔壁老王的王。为此，老两口各执一词，这家人的关系有些乱啊。还好周长林抢救及时，我正一个人趴在床边照顾他呢。忽然公公闯了进来，不由分说地拔了我老公一根头发，明眼人都知道是做亲子鉴定的吧。见婆婆那不慌不忙的样，我以为肯定是血型搞错了，毕竟
她看着蛮有信心的。直到公公的怒吼传来，一张单子被扔在婆婆脸上，我捡起来看了几眼，目瞪口呆，合着婆婆按兵不动，是摆烂了呀。鉴定上清清楚楚写着非生物学父子。好家伙，婆婆这是出轨了，你倒是说说怎么回事。怪不得当初你急着嫁给我，连彩礼都不要，就是要找人接盘是吧？婆婆也坦白，周长林是她和初恋的孩子，嫁给公公也是因为那男的跑了。该说不说，婆婆真是糊涂啊，打了不就好了，非留下干嘛？现在被爆出来了，周长林的恋爱脑，怕不是遗传他。幸亏小姑子是亲生的，不然公公可就绝后了。2天过去，老公终于醒来，他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只知道父母离婚了，他不是亲生的。一男人头一次在我怀里哭了，委屈巴巴的。老婆，我就剩你了。胡说什么？婆婆不还是你亲妈吗？公公刀子嘴豆腐心，养儿子那么多年，也舍不得断绝关系，财产依旧是2兄妹平分。怎么说呢？这狗血的剧情还只是在电视上看过，经过一事，婆婆彻底消弭，大抵是害死我孩子的因果吧。几个月后，我和老公从福利院领养了个小女孩，长得很可爱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我们给她取名为周安乐。慢点跑，妈妈都跟不上了，快点快点！爸爸妈妈老是这么慢，怪不得小弟弟不要你们，又回去了。闻言，我心中一怔，老公可能也联想到，便紧紧拉住了我的手。呵呵，宝宝可能是太贪玩，才又回到了天上，说不定现在正准备下辈子继续来找我们呢，会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